的心。谢谢全村最忧郁的小土 K 的粉丝灯牌，全村最忧郁的小土 K。谢谢再来一个煎饼的粉丝灯牌。小爱同学，打开空调。灯组不在线，去你家 app 看看吧。谢谢独处长安的粉丝灯牌，谢谢包子之刃的粉丝灯牌，谢谢花的粉丝灯牌。好像有水声，二把刀在洗澡。欢迎开心每一天，谢谢开心每一天的闪烁星河。谢谢开心每一天11个星光闪耀。谢谢饮用水的粉丝团，什么粉丝点亮粉丝团。我可真帅，我就一般人啊。
我这圈子里一般人，圈子里没看见比你帅的，那可能你的眼界比较窄。可能你没见过什么世面。谢谢白天 OVO 的粉丝灯牌。呼吸，欢喜。主播剧还更新吗？主播剧应该是这周四可以更新一集。每天咋这么晚直播？想直播就直播，不想直播就不直播，没有说固定时间直播。那是干净的，都是干净的吗？穿衣，我今天穿的是干净的。夸你，你要去看绿豆了。什么？你要看绿豆了？我夸你，为什么？谢谢王江江的粉丝灯牌。看绿豆了，为什么要让我夸？你是给我看的吗？绿豆和茉莉的剧情连得起来吗？连得起来，连的不能连不起来，连不起来。他俩不是一个时空，不是一个时间线。谢谢时光望海的粉丝灯牌。谢谢千宁的小星星。点亮粉丝灯牌。谢谢胖虎的点亮粉丝灯牌，点亮粉丝团。离开酒吧了，后边绿豆开始就是酒吧不经营不景气了。那也不是一个时空的人物。主人公都不是一个主人公，这个是我现实当中的事情，但主人公不是一个主人公。所以是龙湖的那个酒吧是现实存在吗？龙湖的哪一个龙湖的酒吧？
深圳龙湖的酒吧是我没有龙湖的酒吧。罗湖对，不是龙湖啊。龙湖是哪里？龙湖龙岗那边有一个叫龙湖是吧？罗湖对我2年前我开了一家酒吧，不是5年前我开了一家酒吧，在2年前关了。退休了吗？你说我现在生活状态是不是？还是什么？我现在生活状态，我就是会觉得说，因为我那什么，我身体不是特别好，小毛病不断，所以我就说那啥，我就养身体，等养好了，然后反正自己还年轻，养1-2年，然后再出江湖。明天能更新吗？80%吧，80%能更新。但明天只更新1集，明天的那个剧情可能会让大家觉得好像不太一样了。明天是倒数第2集，明天是倒数第2集，明天有大量的那个就是揭秘，明天的剧情会比较快，我觉得整体速度会比较快，很关键，然后。对，明天就觉得就是进入尾声了，大家一下就觉得进入尾声了。明天2集，明天1集，明天只更新1集啊。明天是甜剧还是刀子剧？啥意思？不知道。穿越回去了，明天自己去看吧。明天自己去看就好。我的心。明天80%的更新。图蛋还没讲专辑呢。讲专辑可以讲专辑，把专辑给我。来，我给大家讲一下我这张专辑啊，我这张专辑是我人生当中的第2本专辑，第1本专辑是芝麻原声带，第2本专辑呢是这本绿豆原声带啊。这张原声带里边就是包含了绿豆所有的插曲、片头曲、片尾曲、主题曲啊。这里一共收录了7首歌。一共收录了7首歌啊，那个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外包装，外包装是我俩的剧照啊，这个是绿豆啊，这里边有我的名字，有这个原声带的这个专辑，里边后边有7首歌目录啊，后边有这个目录7首歌，
然后它整体就像普通专辑是一样的，但是呢，我们这个颜色可能因为是绿豆嘛，所以倾向于小清新的一个设计。打开专辑，啊，上面是有一层薄膜的。打开专辑以后呢，你会看到歌词本，啊，会看到歌词本，每一首歌的歌词本在上面啊，是硬壳的啊，就像一本书一样，啊，7首歌的歌词啊都在这个海报上，然后最后一页呢是咱们的这个光碟，啊，这个光碟，有的人家说那个就是说那个，还有那个 VCD 啊、DVD 啊什么的啊，你就拿这个光碟，包括你那个，可能那种就是古董的那种电脑啊，包括有的那个古董车呀，也会有这种光碟，可以插光碟的地方，你把这个光碟放进去啊，这个是有一张光碟的。然后这个光碟里边不光是有7首歌，还有那个就是这个剧里边的一些就是背景音乐啊，也在这里边啊。这里边有一行字儿啊，我们先看这行字儿。稍等一下啊。我们看看这行字儿啊，这行字儿是那个解释了一下这为什么这部剧叫绿豆啊，上面写的为什么叫绿豆。有的人说那个芝麻可以理解，芝麻大胆的小事，绿豆又何解呢？就是为什么这个剧它叫绿豆呢？啊，在这个文字上就有写啊，已经买过专辑的就知道啊，为什么这部剧叫绿豆了啊，在这个位置。然后最关键的U 盘，这个是 U 盘啊，有很多孩子啊，就是说那个没有 DVD、VCD 这种驱动的这种放这个音乐怎么办？就用这个 U 盘，这个 U 盘呢，你可以放在这个电脑里，可以插在电视上，所有的 USB 接口都可以啊，然后包括音箱上你都可以插啊。建议大家是插在那个电脑上，然后把这个歌都把它那个复制下来啊，把这个复制下来，这个要保存好啊。这个是里边会有很多音源啊，这个要保存好，这就方便大家来试听嘛，对吧？然后这个 U 盘大家以后也不会弄混，因为上面也标记着绿豆原声带的那个名，就是这个字体啊，大家应该也不会弄丢啊，也不会弄混。然后这个专辑呢，这个现在大家想购买的话，如果说你想要签名的话，你就备注一下，就是说你想要那个签名，5个2把刀都可以签啊。然后有的想要那个就是剧照的啊，剧照我们是可以免费给大家弄一个明信片，明信片上给大家签字啊，我们可以弄一张明信片，明信片上给大家签字。可以写祝福，然后也可以就是说，就简单签字都可以啊。就我们有很多的剧照啊，会用那种相纸去打印啊。然后这个专辑怎么购买呢？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专辑大家就加2把刀就行。2把刀的主页，2把刀的主页里边有怎么去购买这个专辑的方式，然后还可以就是私信2把刀啊，私信2把刀。这个专辑现在定价是179啊，179，算是这张专辑其实算是里边有一首歌我特别喜欢，里边有首歌我是特别喜欢的，就是那首《晚星》的啊，晚星那首歌其实是这一次我的歌里边我最满意的，晚星，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听一听啊，可以去听一听晚星啊，首推主打歌就是晚星啊，当然也会有其他好听的歌，包括在意我啊，在意我就是那个芝麻的那个主题曲在意我也会在这张专辑里也会出现，包括芝麻的片头那个合唱版的，有的人说那个百里你的那个小说不是合唱版的，然后找不到那种感觉。
这张专辑里边就收录了这个合唱版的小说，你就可以听着这首歌，然后再去回忆一下，再去重温一下这个芝麻的剧情。晚星，对，晚星其实这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所以大家想购买的话，就加二把刀的微信啊。然后这个右下角呢，右下角其实是我们自创的一个品牌，叫屠刀啊。现在出了一款 T 恤啊，大家有需要的话，这个是 T 恤啊 ，T 恤啊 T 恤。大家有需要的话就直接在这儿购买也可以啊，或者说就是在二把刀的那个微信里购买也都行，没问题啊，这个都可以。有没有想拍 MV？ 没有想过 ，MV 很花钱，MV 是很花钱的，不是说你随便拍你就能拍，就是很多，就我每天我都在解释，在这个事情上就解释很多。有的人说你怎么不多拍点啊？你怎么不多拍点 MV 啊？你怎么不拍点那个都剧情多拍点啊？怎么样的？我们都是花钱的啊。你机器要不要钱？人工要不要钱？剪辑要不要钱？场地要不要钱？包括服装要不要钱？对，这个影视行业其实大家不了解，就是影视行业是一个烧钱的地方，比音乐还要烧钱。明天更新吗？明天80%会更新一集，80%会更新一集。大家可以就是继续守在明天晚上8点啊，守在这个 B 站啊 ，B 站和油管都可以啊。有糖吗？就是按照正常的剧本走的。什么糖不糖的，我们拍剧不是为了就宣传同性恋，我们不是要就是鼓励大家做同性恋啊。我们拍剧啊，其实是把甜和苦都拍出来啊，就把那些就是真实的东西拍出来。我们不喜欢就是那种就是什么撒糖啊什么的乱七八糟的。小甜剧儿啊，对，很少会去拍一些乱七八糟的那种纯的那种甜的剧，一般都不会啊。谢谢小宇宙。下周四啊，下周四应该是没问题啊。绿豆一共14集，一共是14集。谢谢开启每一天的真爱玫瑰，谢谢开启每一天的另外一个树花束，谢谢开启每一天的火烧玫瑰，火烧啥？啊，火烧玫瑰。谢谢开启每一天的冰冻玫瑰。谢谢开启每一天的万象什么？我对礼物都不熟。万象烟花。
谢谢开启每一天的，这个是什么？日出相伴。谢谢开启每一天的生花妙笔。开启每一天那个，现在就是我们榜一大哥。谢谢开启每一天的为什么？为你加冕。今天几号啊？开启每一天发工资了，是不是？哦，他们25号发工资。我知道为啥了。我知道为啥了。开启每一天不说我都我突然想起来今天是啥日子了。谢谢开启每一天。今天生日吗？对，我身份证上的生日，身份证上的生日，但是我平时也就过这个生日，对。谢谢开每一天的那个1314，但是我觉得现在不做生意以后也不太过生日了，每一年都是因为做生意才过生日，去年好像也没过。去年好像也没过生日。生日快乐，无所谓，好像就是过不过都那么回事儿。谢谢开每一天的礼物。谢谢开每一天的爱意花海，谢谢。你2月初什么？我是阴历3月25，但是，小的时候就是登记户口的时候，哎呀，谢谢开每一天的这个，这个是花海泛舟，谢谢。因为我们就是小的时候登记户口的时候会，父母那边会记的那个阴历，然后就把我这个阴历的这个日期报给那个登记户口的了，所以我现在就是都是按照阴历的那个出生日期去，是身份证上是阴历的，对。我还出生那一年的3月25，应该是5月9号。买衣服可能帮你签个名吗？可以啊，当然可以。你让我签什么？你留一下言，或者说怎么着？你告诉我，你让我签什么？龙二还打算拍戏吗？那你得问龙二啊。谢谢开启每一天的闪耀星辰，谢谢。签你的艺术名可以。叨叨不在旁边，是去运动呀？啥玩意儿？他没有去运动，他在剪片呢。
是阿波，是阿波，阿波阿波的小星星。哎呦我天哪！不开空调热，开空调冷。组长，谢谢。买衣服我给你签个名，这太正常了。你要不买衣服，我给你签个名，我就是神经病。我今天白天看了一下那个，我看了一下那个薛之谦的那个黑料，我的天，跟同性恋的那个人，就是跟某些同性恋一模一样。我没想到薛之谦有这么多，就是因为他当年的那些黑料我就没看，然后我今天就看了一下，有那种就是那种，娱乐圈什么八明星的那种号，讲的还挺详细的。哎，只能说他跟张杰啊，一个赛一个。你今天也刷到了是不是？他跟张杰真的是无敌了，但我觉得总体来讲的话，张杰还好。相对来讲的话，我觉得张杰好一点。我觉得张杰，就是我看那个张杰的新闻，然后我再看完薛之谦的新闻，我觉得张杰他是一个非常想红的一个人，然后目标很明确的一个人，利己主义，然后他其实很聪明，但是你要薛之谦的话，我讨厌薛之谦的点就是，薛之谦也很想红。签哪儿啊？刚才直播间说的，刚下单的。签衣服上吗？还是签明信片上啊？衣服都是衣服，衣服没有明信片。那我签哪儿呢？短袖为啥没有其他颜色？因为我们的量比较少，就是我们做衣服，就是一个颜色300起，一个款300起，所以我们要做俩颜色的话，就得600件，600件我们很怕压货，所以我们不能做那么多，能懂不？就是有一些就是厂商他们就是卖现成的。那种的话就是他们可以要多少件多少件，他好像出去了，先别签。那他要不进来呢？你直接签了吧，签到我包装上，然后签你的艺名啊，他。
我刚才讲哪儿呢？就觉得薛之谦的那些黑料，我觉得薛之谦是我特别讨厌的人。不是，我不是讨厌薛之谦，我是特别讨厌薛之谦这种人。就我讨厌立人设的人，就是故作深情立人设，这个真的跟我见过的一些同性恋是一模一样的。就是我很喜欢像张杰那种坦坦荡荡，你就是坏人，你就是让大家看到你的野心。但我不太喜欢薛之谦装疯卖傻，立深情人设，实际上一塌糊涂的人。我喜欢纯粹的人，你要坏你就坏啊。大结局什么时候？大结局下周。你挺喜欢薛之谦，关我屁事。我只是看到了一些黑料，我在发表我自己的言论，你喜不喜欢跟我没关系。我不喜欢，我一直都觉得薛之谦的歌，薛之谦的歌其实挺没有灵魂的。薛之谦的歌一直都是那种，就是都是流水线，然后都是那种大俗歌，就是那种深情爱来爱去要死的那种，就是他出几首这样的歌就可以了，他每出一首歌都是这个路数就有点就是他有表演性人格不太喜欢。还不如张杰呢，人张杰还没事就变换风格。我一直不喜欢认真的学，认真学有什么不行？有什么不行的吗？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很喜欢就是歌手他真的爱音乐，然后他钻研音乐。我觉得张杰是这种人，或者说华晨宇是这种人。但是薛之谦，我觉得他就是知道自己这首歌会红，他就写了，然后他知道这一类的歌会红，他一直写这类的歌，不太喜欢。包括他，我不太喜欢那种。有听周杰伦新专辑吗？没有。老公，你吃麦当劳吗？可以。还是昨天的歌？谢谢厚德载物的点亮粉丝团。张杰我不太了解，薛之谦你了解吗？谢谢 God 的礼物。你觉得薛之谦你了解不？大家可以去搜一搜薛之谦的那个瓜挺好看，就是瓜丰富到要暂停下来看，就是它的瓜叠在一起。你要暂停下来看，这个你要想一想，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个爆料的这个瓜，好复杂，内容信息量太大。更新短剧，明天会更新短剧，然后下周也会更新，明天和下周，都会更新一集，是谢娜发的那篇微博，不是，你们就去搜一下他跟那个女的
爱恨情仇，爱恨情仇，你们去搜一下爱恨情仇。只还是听见了你说不可能。谢谢45送出的粉丝灯牌，谢谢 God 刚才送的礼物，我忘了我谢没谢谢 God。但同性恋圈其实立人设太常见了，我看他音综挺好的，个人感觉，对他有点用力过猛，老上综艺就觉得他有点用力过猛，是的，就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很俗的人，就是薛之谦是一个非常非常俗的人，就是他没有，就是挺俗烂的人，就是他，对，对他是一个俗烂的人，我也是，我对他的音乐偶尔几首我觉得 OK，然后我也不太喜欢他的网络形象，也不太喜欢他综艺的形象，就我不太喜欢。而且其实按照常理来讲的话，其实张杰这个事儿其实就是薛之谦嘴贱。你们仔细想一想，就是张杰谢娜这个事儿，不就是薛之谦嘴贱吗？对，就是嘴贱而已。但我觉得薛之谦，还他说的不是张杰吧？我看的，我看的是说张杰，我觉得他说张杰说的很明显，可能他后期可能会找补吧，因为我觉得他应该也不会回应吧，他是一个处理这种事比较有经验的一个人，他就是指桑骂槐。我觉得他骂张杰90%是骂张杰，但看他怎么解释，对吧？这娱乐圈的人。他就是指桑骂槐。
爱的那么认真，爱的那么认真。我在进圈的时候也遇到一个像薛之谦这样的人，就是我大概就了解，就这类人他们表演型人格有多奇怪啊！最近都是叨叨在剪吗？是的，他在剪。就剩2集了，剪完这一集还剩1集，然后就不用再剪了。我看着说的是 LC 是谁呀？LC 是谁呀？李晨。那个弯弯的李晨，哪个弯弯的李晨？你说哪个李晨？台湾主持人李晨。台湾主持人李晨，我不认识啊。主持音乐那个，主持音乐那个也，他出过什么歌吗？啊，他是台湾的呀。他也没出什么歌啊，他能出1张专辑，2张专辑，他撑死了。薛之谦说他干嘛呀？对不对？我分析的对不对？这一个主持人，然后薛之谦说人家干嘛呀？薛之谦说的明显就是跟他同 level 的，就是同身份的对吧？他应该说的是这个，他怎么能说一个主持人呢？郑明指的，那个时候薛之谦不是很火。哦，你的理解是这样，每个人理解不一样。你可以，还是那句话，你可以喜欢薛之谦，我单纯不喜欢而已。就你不用向我证明就薛之谦有多好啊，我就没必要，我就是也没想证明薛之谦有多坏啊，就是我单纯不喜欢，而且我讨厌表演型人格，讨厌撒谎表演型人格，然后就是装深情，我特别讨厌这种人。昨天注意到龚大虎在上海当主持人，然后呢？
站在普通人的角度都知道说张杰，只有薛之谦的粉丝觉得不是。对，只有就是薛之谦的粉丝还在一直在就是为薛之谦去就是解释什么，但其实我会觉得，按照薛之谦的，就是最近看到薛之谦的一些瓜，觉得薛之谦很明显就是说了张杰，而且薛之谦就是在网上发表一些言论，其实可以看早期的言论，他其实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爱惹事儿的一个人。以后新剧还有没有大虎出现了？这个我再解释一遍，就是我觉得我觉得这个很难理解嘛，就是我觉得这些问题对我来讲的话，我都觉得非常非常的，我不想去解释。就这些问题我真的不想去解释，我都觉得好无聊的这个问题，以后还会不会有谁出现，谁还会不会参演，这个东西它不是我决定的。演员他来参加谁的戏，他来不来演那是人家的决定，他先决定了，然后才到我这儿，能明白不？就好比说你爱一个人，然后你想跟他在一起，跟人家也有关系，人家爱不爱你，人家想不想跟你在一起，这个很难解释嘛，很难理解嘛，就我每次都要因为这个事情要解释。什么他参不参演，以后还会不会用他，双方选择这个事，每次解释的我都觉得特别无聊，这种问题还要解释。谢谢君的粉丝灯牌，谢谢君的为你闪耀。老公的酱板鸭你是不是扔了？扔了。小心他回来报仇，因为酱板鸭我们点的可能就是太不辣了，太不辣了，就是酱板鸭要不辣的话，它太甜了，我们吃不了甜口的，我们吃不了甜口。有些歌喜欢啊，可以。真的好，肉是甜的这种，就是甜的肉我都有点不太习惯。我虽然东北人，我锅包肉我也不太喜欢，然后就是什么，就是那种红烧肉甜的我也不太喜欢。对，我觉得酱板鸭应该是巨辣的，对不对？它居然是甜的，然后也不辣，所以我就觉得口感上就是好闹得慌。你知道吃甜的东西会闹得慌，就你整个人会闹得慌，你会觉得非常不舒服。我是这种甜的肉，包括什么那个肉粽是不是也是甜的呀？不是，肉粽是咸的，没吃过。我去尿尿。
啊、其实我对湖南最深的印象就是口味虾，我们跟完那个啥，粘豆包爱吃啊，因为粘豆包它不是肉啊，油炸糕粘豆糕它不是肉啊，就甜的肉我都不爱吃，包括那个梅子就那种就叫就反正就是梅子味儿的那个排骨，我也不爱吃。梅子排骨对，就是甜的我都不太爱吃，对。我们打算更完新以后，然后我们就开车一点一点去北京，然后把那个房子退租了，然后我们就旅游一圈，然后可能我们会去广西或者说云南找一个城市定居。然后这一次出行可能就不太紧张嘛，不太紧张，因为我们这一次我是4月30号那个房子要退租，如果说我们4月1号，或者说4月10号之前我们能把这个片子做完的话，我们就直接就走了，然后花20天的时间慢慢悠悠的去北京，所以我们就很有可能去长沙，因为我们路过肯定是直线距离是路过长沙的，我们一定要尝尝，因为他没去过长沙，没吃过口味虾，我一定要证明口味虾有多好吃，就是小龙虾嘛，就是小龙虾真的是长沙的代表。臭豆腐我觉得也好吃，但是没有那么好吃，但是口味虾真的绝了。那边的我觉得长沙的那种夜市的那种都挺辣的，但是也好吃。小龙虾还没到时候，那我们没办法，我们现在就要吃武汉的小龙虾，我吃了，我觉得不太好吃。你们大概是你在长沙是不是啊？我们大概10号以后吧，不一定，反正就是只要我们剪完片子，然后我们其实就可以出发了。今天是25号，25号我们应该4月我们就可以去长沙。4月，我觉得怎么的也会在长沙待2天吧。在长沙应该能待2天，因为我们开车去长沙应该是9个小时，然后我们就去长沙不限行是吧？好像只有北京，就是大城市限行是吧？只有大城市限行，长沙应该不限行，那我们就开车去长沙。好，武汉的小龙虾我吃了，我觉得so，你们湖北人应该尝尝湖南的小龙虾，好吃。可能我喜欢比较滋味比较足的那种，武汉的小龙虾那个蒸小龙虾，我觉得很没入味儿。我不知道那种是吃的点是在哪里啊？就每个地方吃的点，包括有的人有的地方吃那个什么，对，油焖，对，我觉得油焖不太入味儿。想吃小龙虾了。我们第一站应该去江西，第2站去湖南，正好就是一趟线儿。怪不得湖南觉得蒸的比较新鲜。是，那倒是，但是不入味儿。深圳也有那个叫亮亮蒸虾，深圳也有，然后我也吃了，我觉得，我以为就是可能
因为深圳不是当地嘛，然后我又去了那个武汉当地去吃了，也就那么回事儿。啊，对呀，口味虾是真的好吃哎。是，就是可能我们北方人可能喜欢滋味比较重的。我的心。哎呀，直播真的不聊八卦都不知道播什么。把那个线给我拔下来，我没电。再买一根，买了吗？买了，我记得白天时候好像买的。哪天买的？我看一下。叨叨剪好了吗？叨叨这一集应该没太大问题了。下一集还没剪呢，下一集也是有很多的特效，我怕我们1周都剪不完。明晚8点准时上线，不一定哦，但是大家守着吧，万一要更呢？前天晚上买的，现在还没有送出仓库。来吧，咱们晚上就聊八卦嘛，晚上咱们聊八卦，你们来选嘛，你们想听虚假暖男人设还是借我钱不还？这2个选项你们选哪个故事？虚假暖男人设和借我钱不还，你们选哪一个？这2个八卦，借你钱不还，可以都选吗？可以都选。那咱们先听哪个嘛？先听哪个？借钱不还，我们先讲借钱不还先讲借钱不还，好吧？我们先讲借钱不还。就是我曾经，找了一个人，来当演员，来当演员嘛。然后呢，因为他出现的时机会比较特殊。就是我想好好的去对待这个演员，就是因为也很久，那个时候也有一段时间没拍戏了，然后觉得新的剧我就要招一个主演嘛，然后我就对他会比较好。我之前关注到他其实是因为抖音，然后他长得特别像一个明星，然后我又觉得他很洋气，他是一个很洋气的一个人，他长得不是说特别好看，但他是一个特别洋气的人，他会穿衣服。后来我就联系他，我说你要不要来演？然后他当时离北京还比较近，所以他就说好啊。然后他就来了。来了之后呢，我记得因为就是想好好对演员嘛，因为我们演情侣戏就是从一开始的时候就要就是表现出你很在意这个人，或者说你要建立这个关系。所以他在来拍戏的时候，不像二把刀一样住在那种格林豪泰呀、什么如家呀之类的，每天晚上可能300-400块钱这种破酒店，不会。他那个酒店一晚上要将近2000块，5星级酒店，
然后每天晚上要2000块，然后他那个酒店好像是有浴缸的，然后带浴袍的那种，然后他这个住进去的第一天晚上，他就发了一个朋友圈啊，就要凸显出来进组了，然后导演对他很大方之类的。然后当时我其他的演员看见了以后就有点吃醋，其他的演员就跟我说那个你现在那个要拍新剧了，你对这个新演员真好呀，然后就有点吃醋。然后我说虽然说这个新演员我对他挺好的，但是呢始终是就是新人嘛，我要对他就是稍微用心一点。我的话外之意，谁也没有那个之前那个演员重要嘛啊。然后呢，就见到面了，见到面以后，然后拍戏，然后包括我也，然后拍戏我也带他去录歌，然后就带他其实做的比二把档还要好，然后我就带他去录了一首歌，然后又带他进组，然后又给他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角色。但是呢，因为他的表演其实会比较的青涩，没有太多的就是新意，中规中矩，所以后来呢，我就逐渐的减少了他的戏份，直到有一天，然后我们就一起吃饭，然后就聊，就很投机，然后甚至会有一点点小暧昧。后来他就拍了几天，他的戏份基本上拍完了，拍完以后他就走了，走了之后呢，他突然跟我说那个导演，你能不能借我点钱？我现在忘了多少钱了，因为就是因为我喝酒喝的脑子都有点想不起来，我记忆当中可能7万块钱吧，7、8万块钱。他是怎么借呢？他大概借3万，然后过2天还2万，完了再借3万，再借反正就是他是有借有还的，但是他永远没把这个钱还完，反正就是陆陆续续借了我7万块钱。然后当时其实我会觉得说，因为他给我拍戏嘛，对吧？那我就这方面就是能帮助人，就是度过这个难关就度过这个难关。然后大概7万块钱我也没着急要，但是他规定的日子他没还，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什么时候还呢？他说我现在想想，就是骗子的套路其实都一样。他说那个就是本来说今天还的，但是他突然没还。我说为什么不还啊？我说什么时候能还？他说骗子套路都一样，就说我有一个朋友，然后他那个临时他那边有事儿，我就把钱又借给他了。我说我说那你啥时候能还？他说大概就下周。他说下周他有一笔那个理财就能取出来了。我说好，下周到了，还是没还。然后我说那你这回又出什么事儿了？他说理财公司的就是理财银行的那个就是工作人员跟他说今天一定能取出来，但是突然联系不上了。然后我这边说那你赶紧联系啊，我今天着急用钱。结果也一直都联系不上，这7万块钱就又没还。我这人说话就特别狠嘛，我说你现在不还，我说很简单，我处理的方式就是什么，你现在不还可以，但是我一定要闹到网上去。我为什么闹到网上去呢？
因为我怕别人上当受骗。我一直都是这么处理啊，就是这么多年，我其实面对所有欠我钱的人，或者说就是在网上跟我有一些冲突的人，我最好的方式就是我哪怕我不要这个钱，但是我一定要在网上公布他的行为。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要不还的话，你今天要不还的话，咱们新浪微博可就大家都知道这个事儿，因为我新浪微博是30多万的粉丝，当时是30多万的粉丝，我说你不还就好，咱们就那个新浪微博见。他就说哦，好，直接就把钱还了，因为证据都在我手机里，我就这么一吓唬还了。后来就听说，就有人就找我嘛，就说图图，你跟你那个演员有没有什么过往？有人就来找我说，图图，你跟你那个演员有没有什么过往？我说什么意思？他说你俩睡没睡过？我说我不睡演员的。他说那就好。他说听说那个人得艾滋了。我说哦，对，听说那个人得艾滋了，但是具体到底得没得我也不知道，这就是欠钱不还，后来还了的一个故事，具体咱也不知道他到底是得病了还是没得病，反正当时也是有，好像过了半年左右，有一个人是发在群里的那个小作文，就在扒他。真实的故事吗？我直播间里我在讲很多东西都是真实的啊，我讲故事都是真实的啊，你们在我直播间里听讲故事都是真实的。我为什么不去告诉大家它叫什么呢？因为它是真实的，明白吗？这个人，我现在抖音还能刷到他，啊，包括有一些初出茅庐的一些小孩，我跟你们一些忠告，就是说，有一些博主啊，主播呀，找你们借钱，千万不要借，啊，不要觉得说，他都不找别人借钱，只找我借钱，他都不找别人借钱，只找我借钱，然后，我就借他喽。他的戏被剪了吗？没有，他的戏没被剪。有可能借一圈，就是借一圈的呀。那个微信上的那个人私他发的小作文，大概这个意思就是说他到处借钱，然后最后得病了，但具体得没得病不知道，因为很多人可能要钱，咱们就说句实在话，有的人为了要钱，然后去造谣一些东西，然后你要不还钱的话，这个事儿我就一直造谣啊，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方法方式。这圈子里就大家不要涉及到钱啊。两个人在一起谈恋爱的时候，你愿意给别人花，可以；你愿意送别人，可以。你不要借，你一旦借了，这个感情就变了。啊，两个人在一起花点钱无所谓的，我觉得。如果你的对象找你借钱，这就不对，这就是一个，就是奇怪的事儿啊。
包括我们经常在网上看到戴眼镜、小胡子、小熊，然后在网上可可爱爱，然后柔柔弱弱的这种形象。广州，我给大家提醒，广州戴眼镜、小胖子、可可爱爱、柔柔弱弱，是个在抖音上有粉丝，大概几万粉丝的一个小可爱，借我初代粉丝一些钱不还，然后这个初代粉丝就跟我说要起诉他，但是而且就是我这个初代粉丝就一句话，他说他的长相不像是这种人，到现在他都会恍惚，为什么把钱借给这样的人，他会这么大跌眼镜的那种感觉。不要看外在，不要看外在。啥日子更新？周四更新。这周四更新一集。叨叨好喜欢吃麦当劳，因为我也爱吃，我俩都爱吃。今天看今天后期能不能做完吧，因为那个日本演员配音还没配完呢。我们现在在等那个画面，调画面，然后包括字幕，包括配音啊。就差个调色跟配音了。字幕也都上完了。调色就很麻烦。还要导出，还要上传，哎呀，特麻烦。14集是结局，现在是第13集。然后下周四是大结局。我这因为牙齿可能比较敏感，所以我吃薯条吃不了番茄酱。我吃了番茄酱会牙特别敏感。另一个八卦呢？暖男人设八卦。另外一个八卦，我让大家再选啊。让咱再选，还可以选。不用选了，就是大家选1、2嘛。现在大家选数字，这俩人呢都是装暖男的故事。
大家选1还是2？选一个自己喜欢的数字，虚假短男，有区别，有区别。选1，好。我来讲啊。但是因为这个是真人真事儿啊，我不能讲的那么详细。我怕别人那个报警抓我啊。我曾经有一个演员，然后呢，他是那种就是会没事儿会有一些情绪表现给我，然后这些情绪呢，我误以为是因为我，所以呢我就会很着急，我就想知道为什么。然后我先不讲这个啊，我不说情绪的事儿，情绪的事咱们往后讲。就是刚才我不给大家讲了，就是那个借钱的那个人，我不是一下就让他住那个5星级酒店嘛，然后我曾经有一个演员就吃醋了，就跟我说你现在对你的演员真好。我说啊，我就安慰他嘛，他说现在你也很成功之类的。我说我的成功都是大家来帮我，所以我才成功。然后他说你现在对演员真好。我说哪个演员都不如你在我心里的位置。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我跟剧组的另外一个人在外出，我们要一起吃饭啊。然后呢，这个时候另外一个朋友，我们仨是好朋友嘛，然后另外一个朋友就看着我，他就看着我，我说咋的了？他说你跟那谁告白了吗？我说啥意思？他说他在跟我微信说话呀，他说怎么办？百里屠夫跟他告白了，我该怎么拒绝呢？然后我说我没跟他告白啊，我只是他吃醋了，然后我安慰他，我说他对我很重要而已。我说你很重要，我说是任何人都不如你重要之类的。然后他就弄这么个事儿。然后当下我们这个就是好朋友，我其实我们仨是好朋友，但其实我俩更近一点。所以我们一致都觉得说这个演员这么能整事儿呢，就是这么爱就是抬高自己的那种，就是哎呀就这么能整事儿的。然后我们就其实我那个时候就大概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了。然后后来呢就是但是依然会有的时候他会发一些动态，然后我就误以为说这个动态是因为我。他曾经发过一个动态，就是说别再炒作了，我谁都不认识。然后当时因为我跟他一起演过戏，然后我就说啊，我就赶紧我就问他，然后但是他当天没有回复我，第二天回复我了。我说咋的了？谁跟你说啥了？因为那个时候网友也像现在这种网友也是爱挑事儿。我就说怎么的了？他说没啥事儿，不是因为我。我说那咋的了？是因为啥事儿啊？他说因为她男朋友
觉得另外一个网红跟这个演员有点事儿，所以呢，她就在网上说了这么一句话，为的是让她男朋友，就是表忠心，就是想让这个男朋友觉得说他跟这个网红没什么事儿。然后甚至呢，就是我们，哎呀，我不能再说了，这太明显了啊！反正就是这个演员，他就是特别爱演，然后撒谎成性，然后到处暧昧啊，反正就是啊。就只要涉及到他的事儿，就没就，反正好奇怪，就这个人他好奇怪。我不能再说了，他就是一个撒谎成性，然后风流成性的一个人。他改不了，我觉得他改不了。他改不了的。然后他经常会，我对他的理解就是风流成性，就他已经改不了，他管不住自己。接着我们讲2号渣男，不是2号渣男，他其实就是他也是一个表演型人格，他呢也有对象，然后也是一个有对象的人，也是暖男形象。暖男形象。但是呢，她私底下跟她男朋友打电话的时候就特别凶。她跟她男朋友打电话的时候特别凶。那个时候所有人都觉得说，因为我们大概都不了解嘛。但是有一次我跟小薇跟她在同一个车上，然后呢，她给她对象打电话，就是那种，不要再说了，你能不能别烦我？怎么样？就反正就是特别凶的。然后再后来，我们就认识了她男朋友，然后就有微信了。然后她男朋友就是每次她男朋友都会跟我们一起喝酒啊，然后她男朋友是一个特别温柔且成熟的人她男朋友是一个温柔且成熟的人。然后直到后来，我跟她男朋友，我们其实都挺喜欢她男朋友的。直到后来我去了深圳，去开酒吧了，然后她男朋友突然给我发语音，他说那个他一个人在那个就是他一个人在那个戴斯，他一个人在戴斯。我说你为什么在戴斯啊？
他说我跟谁谁谁吵架了。我说然后呢？他说他出轨了。我说你有什么证据吗？他就把这个他的证据就列出来了。我说那你为什么会去酒吧呢？他说因为他让我滚，所以他就被赶出来了，他没地方去，他就去酒吧买醉了。然后他很难过，他被赶出来，明明是他对象出轨了，但是明明是那个人出轨了，但是他把他对象赶出去了，然后让他滚，所以他很难过。然后他俩又是异地，他为了他来了北京，结果又吵架了，所以他现在没地方去，他就自己买醉。然后后来就是我就觉得说然后后来他就因为这次事件，其实她男朋友就是偶尔就会跟我吐槽，也不是吐槽，就是会跟我倾诉一些东西。他大概说的是，就这个人出轨是常态，而且这个人全国各地的全国各地的去见人，见的，而且大多数是自己的粉丝。然后呢，就是会跟别人可能会产生一些瓜葛。我都不敢讲了，我觉得这个越讲越明显吧。然后呢，就是然后就跟那个粉丝会有一些关联会有一些关联。然后这个粉丝就是他去的这个城市，粉丝就给他各种吃喝供着。然后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她男朋友跟我说的，她男朋友说有的可能会粉丝可能就跟我这个演员闹掰了，然后我这个演员就也跟这个粉丝闹掰了，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再无理取闹的话，我就闹到你单位去。你要再这样的话，我就闹到单位去，你的单位去，我让你分分钟出轨。所以大多数粉丝就吃哑巴亏，也不是大多数，我也不知道到底有几个粉丝被他这样过，反正就是挺狠的。然后我觉得怪不得他的一些事儿，怪不得他这些事儿没有人爆出来，只有他对象爆出来。就是其他的粉丝为什么不爆出来？我觉得原来是这么回事儿。然后还有一件事情是什么呢？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他给人的形象是特别好的，但是曾经有过我的一个朋友跟我说，你知道吗？前2次我见到了你那个演员了，非常没有礼貌，非常没有礼貌。起因是他们有一个吃饭的地方，他们是到了一个吃饭的地方，然后分了2桌，那边坐满了，所以我这个演员呢就到了他们这桌又没有他认识他的人，所以这个演员呢就是也表现得非常的自我，就到那就吃怎么样，然后就非常就觉得，用他的原话，就是我那个朋友跟我的原话就是说，你这个演员其实挺 low 的，而且就是挺没礼貌，没教养，原话没教养，
啊，然后他一直没有什么工作。我觉得我说的已经够明显了，大家也不要问我是谁，就自己去猜吧。就这些就是深情人设，然后就是这种大家觉得挺好的，其实可能两副面孔，只是你们不知道。就像你们喜欢的薛之谦一样，就是我觉得跟薛之谦那个事儿太像了，太保险，是不是？太保险，说的保险啊，不知道。对，我觉得就是今天我看完薛之谦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跟薛之谦的事儿好像，这俩人为人处事跟薛之谦好像。果然龙二天天能被夸是有原因的。就我觉得就是说，我希望的演员是要爱惜自己，哪怕你真做了一些，不好的事儿，你要想办法让这个事儿别爆出来，或者说就是不要跟熟人去做这个事儿。我觉得我刚才提到这两位演员，我觉得他们就是有点不知天高地厚，他们是没惹到狠茬儿，他们要惹到狠茬儿的话，我觉得他们早就崩了。或许他们现在也没有那么红，所以没有人抱他们，但是我觉得他们做的这些事儿吧，就是挺无脑的啊，就是挺无脑的，就是我会觉得说，因为我觉得龙二最好的一点就是什么呢？他爱惜自己。我没听到龙二的一些不好的事儿，而且他在意别人怎么去评价他。我觉得这样的人，其实他真的是，反正我觉得这个是优点。就可能大家可能会觉得龙二可能太小心翼翼、太自我保护了、太内向了，但我觉得，就是爱自己没错吧。我到现在我都没有听过龙二的一些不好的事儿，可能我跟龙二也不是一代的，就是龙二应该是我的前辈，是我哥哥辈的那一辈儿的那个网红，对，他不是我们这一代的，所以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有什么黑料，我没听过。然后其实我也挺关注，就是他的一些消息也没听过。龙二和虎二是一代的，那我应该算吧，我觉得应该算。但是我们这一代的这些人吧，就会觉得说我觉得他们有点破罐破摔。我就是觉得我刚才说的这两位就是暖男人设的这两位，我觉得他们有点破罐破摔。也不是说这两位了，就是我身边的所有的网红，我觉得都有点破罐破摔。他们可能就会觉得说，人生在世啊，没有那么多观众，开心就好，肆意挥霍。但是有些事儿吧，我觉得可以做，有些事儿还是尽量不要做，特别是与人乱发生关系这些事儿，你说实在的，你作为网红，你作为主播，
咱们都涉及不到明星，你就作为一个小网红，你其实你赚这份钱，你还是要有所忌惮啊，还是要有所忌惮。对，还是要有所忌惮，就是爱惜自己没错吧？你这也得病啊，对，这个东西我讲的都是真实的所以我不能告诉大家是谁，也不能透露太多。要善良，善良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且现在没有伤天害理的人呢，没有伤天害理的人，只是就是产生一些利益和分歧的时候，可能人性的那个面就出来了，我始终觉得就是说一个人要爱惜自己的肉体，自己的肉体要保管好自己的肉体，这个是就是最简单也是最难的事儿，特别是一些做自媒体的人，我觉得图啥呢？爱惜自己，张老师已经走了。那你这么说，张老师已经走了，你就放飞自己了反正都他妈得死，都享受享受，都约几个走得太突然了，才41。不突然，有什么突然的？大家也别觉得说死亡离自己很远，其实很近。我为什么就是这1-2年我就没有那么，我就从今年嘛，我就逼自己让自己停下来嘛，整个人就是想着说，好像一直在努力，没有停下来，努力了10多年了。然后，对，从出社会然后一直都比较辛苦，那个辛苦是累心嘛。现在就会觉得说，好像拼了20年，我真的有拼将近20年。因为我从15岁就出社会了嘛，也是你们东北的，对张远峰不太了解，15岁出社会一直到现在，我觉得，现在生活就是好一点了，好一点，为什么还不让自己停下来享受一下呢？对吧？那你赚钱，我之前是非常不开心的，就是没有时间去体验生活。我之前是完完全全没有时间，就我之前我说句臭不要脸的话，我之前都是那种买车买房没什么感觉，因为没有时间去没有时间去那个就是感受那个喜悦。我那个时候我包括我现在买车买房，有很多人说你又买车了，又买房了。我买车买房，我从来没感受到喜悦，我感受的就是买车买房之后，贷款多了，然后在贷款之前又会有一些问题，然后需要你处理，没有时间去感受，
就现在都会觉得说，哦，你有车有房，其实就是你有贷款嘛，挺卷的。我现在不卷，现在别人愿意怎么着怎么着。对，要有时间就停下来，就享受吧，不然你赚钱给谁赚呢？就你赚钱的意义是什么？你赚钱的意义就是让自己能够体验一下别人没体验，别人的生活，体验一下就是钱支配的那种感觉。你没有时间去体验，或者说你体验的时候你非常不开心的体验，是吧？你喜欢吃春卷儿？什么梗？什么梗？喜欢吃春卷儿是什么梗？哎呀，有一个人下单了，有个人买衣服了，成交了，销量1。谁买衣服了？谁买衣服了？那个把那个身高体重发一下，我看看，你别买大了，买大了你到时候咋整啊？这个下单的是在你那儿下单的，还是在我这儿下单的？在你那儿。哦，那是他下的。你那儿才能显示。不是，我说刚才让我签名那个是在我这下的单还是在你那儿下单？那就是刚才他点的吗？不是，你那儿现在下了2单。我这只有1单。2单。啊，是退了吗？看一下。没退。哦，现在我卖出2单，对。那我赚了14块钱了。你那儿就显示1单是吧？对。那可能你那个他没有从你那儿下单，是直接从橱窗下单。哦。那你就赚不了钱。他们说是昨天1单，今天1单，有这种可能吗？没有。啊，有可能。啊，有可能。哎，那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不是按直播场子算。大家买买我们的衣服，因为天儿也快热了，而且我们的衣服吧，怎么说呢？比较简单的款，不像别的同性恋衣服就特别夸张。我们的就是特别简简单单，然后质量又比较不错的一款衣服，不起球不变色不缩水，然后又是一个百搭的一个白色，你在夏天穿，或者说你在里边搭着都挺好的啊，所以有需要的话大家下单。我们还有大概80多件儿，然后是吧？差不多。80多件儿卖完了以后，我们会出新款，可能会出那种就是冲锋速干的那种面料，就是不是冲锋啊，就是速干的那种面料，就是你打网球啊，运动一下跑步啊，就穿的那种。我们私底下我们会很喜欢这种面料。要么就是纯棉，要不就是这种面料，我们可能会出下一款因为我们没有太多的钱去压货，所以我们基本上都是卖完一个款，然后再去卖其他款。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下一单，也可以送朋友我们的衣服质量还是不错的当然已经有的朋友就是咱们就别为了支持买了，就是直接的
咱们有需要了就可以买一买啊，79块钱，你们应该是有券的，其实买下来应该不是79啊，抖音都74。对，抖音都是有券的。衣服断码了，没有断码 ，M 码没有了，因为我们其实预估错了，我们没想到南方小土豆这么多，都是南方的小朋友在买，个子都比较小，但是你像我的话，我是188斤，然后我穿XL 号，因为像我肚子比较大，就是有些朋友就是你们不健身，肚子会比较大的，你们可以稍微大一点啊，稍微大一点。你爸妈不催你要小孩吗？我爸爸过世了，然后我妈妈每天都在看我直播，然后我也是完完全全出柜的一个状态。我是没有生小孩的压力，而且我本身我也不太喜欢小孩，现在不喜欢小孩。2XL 没货了，你可以买3XL 或者买 XL。其实我们故意的就是说，就是想让大家穿稍微宽松一点，因为其实大家身材都没有那么好，而且现在穿衣服都是穿oversize， 对，都会穿一些宽松一点，就是就没有人穿那么紧身的了。因为我给大家说一个实际的案例嘛，我前2天就穿了一个特别紧身的一个衣服，然后因为最近我没健身，我的奶子下垂了，肚子又很大，然后奶子又下垂，然后我遛狗的时候二把刀又拍我，然后我看到我的身材，我真的好难受。对，就是奶子下垂，然后还勒得特别紧，然后把那个奶子和肚子就是凸显的就一览无遗。因为我们人其实有的时候就是没有办法，就是一直在那挺着，你稍微放松一点，你肚子就大了。所以我们经常会穿稍微大1号的衣服或者大2号的衣服，其实就是一是洋气，现在就是大家都喜欢穿洋，就是那个宽松一点的。第二点就是真的是为了遮身材。可以把专辑放在抖音上卖吗？不可以，因为售卖专辑的话是需要相应的资质的，我们是没有这个资质的，就是属于类似于出书的那种资质，我们是没有的啊。他不催你要小孩吗？哪怕抱养，他已老了，走了后会担心你会后悔的。就像我，你现在后悔了吗？红绸康哥，你现在后悔吗？你后悔不要小孩吗？每个人想法不一样，你现在已经到后悔，就是说没有要小孩的这种阶段了。周4了，该更新了，晚上8点。更新1集啊！谢谢演艺圈的跑车，谢谢。对，今天晚上更新1集啊！长时间不更新，今天晚上更新1集，应该更新1集。
看了大家应该觉得不过瘾吧，因为这一集的剧情我觉得特别快。我为什么不要小孩？首先我没有这方面的生活压力，我家里也不催我嘛。第二点呢，我其实看得非常明白，你个人有点没看明白，但是挺爱看的，蛮心疼你的。就像我小的时候，其实，我会爱上学，但是有一些老师讲的东西我也听不明白，但是我就得跟着学啊。我之所以不要小孩，其实就是因为我会觉得要小孩，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跟孩子说，因为现在的孩子跟小的时候孩子不一样，现在这个信息啊，特别的发达。那可能他在学校，或者说他在手机上，现在抖音上什么都有。他有一天他会问我说：“哎，你是不是 gay？” 所以你骗我，我没有妈妈，对吧？你骗我，我这个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哄他，我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这个事情，因为我的想法就是什么呢？就是我想跟孩子去坦白这个事儿，但是孩子太小了，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样的反应，身边也没有这样的案例，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说。我是非常不喜欢撒谎的一个，就是一个思想，就是我既然我要了这个孩子，我就不想跟他撒谎，我要足够真诚。但是孩子的承受能力是不是 OK？ 而且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可能未来的天灾人祸呀，甚至会有一些就是冲突啊，对，那我们这一代可能就是无所谓，我们能承受就承受，但是他们那一代可能正要去经历那种未知，我觉得我不忍心。我没有权利去决定别人的开始，就是我觉得孩子是一个生命嘛，我没有权利去，我一点我都不觉得说，我能让这个孩子出生到这个世界上，是我的荣耀，孩子应该感激我，我不会这么觉得，就是我觉得一个生命的一个诞生不应该是由我来决定，我不想去决定别人的生，对，我不想，就是我怕担责任。对，如果说这个世界不是他想要的，我该怎么去处理？而且其实我觉得说到底，我觉得要孩子其实是一个比较自私的一个行为。为什么是自私的行为呢？因为直男直女其实他们要孩子是为了延续下一代嘛，或者说他们想做母亲嘛，或者他们想有人养老嘛，就他们没有问孩子。这三个出发点，你们想想，就是什么延续下一代，体验我就是当父母，还有一个就是说那个什么，有人给他们养老，这三个其实没有询问孩子的意见，所以他们出发点其实非常自私，
同性恋的出发点其实是什么呢？也非常自私，我说的非常难听，但我其实看得非常明白。我觉得同性恋要孩子，要么呢就是应付家里，要么呢就是怕自己老了孤独，要么呢就是想老了有人照顾自己，也很自私。所以我不想做这个自私的人，我也不觉得我需要别人照顾。有钱到哪儿都有人照顾你。我真的说句很难听的话，就是只要你有钱的话，你身边可能你70、80岁还有人在爱着你，只要你有钱。对，就是我不想负这个责任，我觉得负这个责任，负这个责任我觉得太沉重了。我也不需要别人陪伴我，我觉得我老了，如果那个时候二把刀还在我身边的话，二把刀陪我就行。如果二把刀不在的话，我找一帮小年轻陪着我。你真是我干嘛要孩子呢？老不正经。我找一帮小年轻在我屋里开 party， 我就在那块就是打着烊看他们玩儿，对吧？这样生活也挺好的。我为什么要孩子呢？孩子其实他不懂得感恩的，但你就是养那些人，他们懂得呀，对吧？所以这个东西我就不敢去，因为我没有这方面压力，我也不能做这样的决定。我妈是想让我要个孩子，但是我妈的意思就是说，我妈妈的意思就是说，我妈妈其实她思想我觉得是比较先进的。她说，其实养孩子，希望我养孩子，其实最主要的目的不是说孩子以后会就是会那个照顾我，会给我养老。这个我觉得这个她想的非常明白。这孩子，你就算有孩子，你也可能孩子不养你老。但是她为什么让我要孩子？她说，你现在30多岁。你是有很多事情去做，但如果说你40岁到50岁的时候，这个社会可能没有那么需要你的时候，那你应该做点什么？你的人生是空白的，你会非常无聊。他说，如果你有个孩子的话，你会把精力都放在孩子身上。他是这么想的。我觉得说的有一定的道理，所以他让我要孩子。他说你得分散自己注意力，要不你的人生就到40就戛然而止。他会觉得说你人生没有意义了，你没有方向了。但是我会觉得说我40多岁，我其实没有多老，50多岁没有多老。50多岁我可以去那个就是什么环游那个中国呀，然后去搭帐篷啊，在外边生活呀，然后去海边住啊，去那个什么体验一下什么海边那个就是什么赶海啊，就是那种渔民的生活。我觉得人生有很多选择嘛，为什么一定是要养孩子呢？养孩子真的是一个好烦的事儿。养孩子首先像咱们养孩子，对吧？你首先你就得花钱，对，怀孕过程会花钱，出生了会花钱，孩子一点点长大，营养、餐食、上学、补习、课外运动，还有兴趣爱好，平时的旅游，然后一直大一点说要上好的学校，要有学区房。别人家孩子都坐好车，你也得买一个好车，为他遮风挡雨，送礼，
讨好老师，转学，然后要冲刺高考，要照顾他的青春期，要一直可能他抑郁症了，还要请辅导，心理辅导。然后他长大一点儿，可能又要为他实习去考虑，然后实习之后可能住得远，你还得给他买个车，还要买房，他要结婚，要准备彩礼、嫁妆，然后一套房子可能还不够。要给他们处理夫妻俩的生活，婆媳之间丈母娘的一些生活，然后可能会流产，可能会生孩子，可能会照顾孩子，可能要，哎呀，就是一遭又一遭的，我就觉得图什么呢？如果说一开始就没有个孩子，这些事儿都不用考虑了，太吓人了。我妈妈的意思就是说，那你如果不要孩子，你的人生可能空白了。但我想到的是，如果有孩子的话，可能人生你一点自己的生活都没有，可能你人生一点自己的自由都没有，不卡，我这也不卡呀。养孩子，你想想，我觉得现在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矛盾的一个社会。养孩子，我觉得孩子都有点调皮，在高铁上，在自家房子里边大喊大叫的。可能会影响到邻居，影响到行人，包括有的孩子可能一不小心高空抛物了，那这些事儿其实都是常见的事儿，对吧？所以这些东西咋整？想想都烦。孩子你要管得老实的孩子，听话的孩子，可能他会有一点太老实了，他有点抑郁，他有点内向。那皮的孩子会给你闯祸，会伤到别人，也会伤到自己。所以我就觉得没必要。明天更新吗？应该更。今天晚上8点应该可以更。我喜欢孩子，我也25岁。所以你们要孩子，不是因为孩子，是因为你们喜欢孩子。所以我觉得出发点真的就是对，有很多人要孩子不是，就我觉得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视角去要这个孩子。你又不是说你家的基因有多好，非得就是传下去，你也不是说你有多少兆的那个，这个多少兆的那个财产需要传承下去，也不是有一个多大的一个面积的一个豪宅需要传世。我觉得没有孩子怎么了？是的，有孩子就不是自己的人生。我觉
觉得我孤独一点，我也不想让孩子出来遭罪，因为我不确定我自己的能力有多少。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几斤几两，我都不知道我到底有多大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是养一个孩子要花的钱啊，在国内很那个便宜，是不是？维度不一样。你在计算成本，我们在考虑的不是说成本。你在说 x， 我们在说 y， 不是一回事儿。我觉得除非跟我喜欢的人生，你跟你喜欢的人，你喜欢女的吗？要不然你怎么生？所以但是我自认为我家的基因没有多好，而且也不涉及到什么延续香火呀之类的。现在这个年代好像，反正我家没有这种想法，没有。我觉得我爸也是非常民主的一个人。我爸知道我是同性恋以后就不说话，但是我爸见到我同性恋的朋友还是非常热情。我带同性恋的朋友回家，我爸都非常非常热情，也不会说因为他是同性恋怎么样的啊，就是非常非常客气。从不开口那个问题，那一句我爱你。感觉有点悬 ，USK 都不回我消息。实在不行，咱们就用原版。他要不回消息的话，就用原版。原版男女都不一样。就是要这种感觉啊。那别人就会觉得这是个 bug， 他不会是。为什么是个 bug 呢？你看过《情癫大圣》吗？那人家声音是有处理的，咱们这是。情癫大圣它里边就是一会儿男一会儿女，一会儿耳朵上有那个钻石，一会儿又变成一个，就是有很多的妖怪，它都是男女生一起的，它是雌雄同体，神话人物都是雌雄。他们的声音处理应该是同一句话里边都会出现男和女。不是啊，也有这种啊。为什么我觉得你的阅片量就是少，你就不知道这个为什么我觉得这个是没问题的呢？因为我就见过这种。你要觉得观众
不会有问题就行。观众觉得不好，让他们自己拍。那你又容易看他们评论，你又那个什么？我看什么评论呢？我现在我就想赶紧的，我就赶紧那个剪完，我就赶紧完事儿，我就不想再剪了，我都不想碰了，我就把电脑砸了，二手处理。好啊，我自己拍。他谁要觉得不好看自己拍，啊，期待看到你们的佳作。雌雄同体又是啥？就是那个神婆，神婆她是一个神话人物，没有性别。对，她没有性别。那不是蚂蟥吗？我现在就是赶紧整完，我赶紧出去玩儿了，不想在这儿。我感觉他俩很般配，他俩是谁？我最近发现一个特别好看的一个小孩儿，叫恰图克，恰克图吧，他好像是那谁的对象，恰克图啊，好像刷到他和他对象。卖衣服的，是的。需要一些这样的长相的小朋友来演我的戏。我感觉你们很般配。从哪里觉得很般配？你看你个性这么好，你不了解我，我今天是累了。你真的，你多来看看我直播，你就知道我是什么个性了。我有点儿，我有点像《风云雄霸天下》里的段浪，就是时好时坏。我有点像马景涛。有点像《风云雄霸天下》里的那个聂风，我得那个用那个龙脉，然后去压制我的心魔，然后心魔上来了就谁也不认识，就40米大刀乱砍。这个叫憨豆的。图图，你要不要试一下我创作的歌曲
认输，爱人随风而去。我不识谱，你可以免费用，只要给我带进音乐圈就行了。你不识谱，我怎么给你带音乐圈啊？你怎么创作的歌曲啊？我虽然说识的也不太多，复杂的我也不识，但是你得学习学习呀。这评论区评论真的。读着看啥呢？我在看那个私信呢。很冒昧，图图叔叔你好，我刚18岁，是你的新粉，最近看完了你的影视作品《芝麻1、2》小茉莉，也经常听你的歌，真的让我十分感动。现在每天都是对你的倾慕，我感觉每时每刻都想看到你的动态。但是我也觉得生活特别迷茫，我很渴望能像《芝麻》里边的男主周明磊一样，能拥有几段难忘的感情经历，所以我才来私信您，希望您能看在我是你粉丝的面子上，给我一点建议经验。像我这个年纪应该怎样找到对象？因为我觉得自己不够成熟，圈子里稍微大一点的人不会对我有想法。如果你看到了，希望你能回复，我真的会很开心。2年前的，现在20岁了，应该有感情了，我就不回了。看一看哔哩哔哩，2年前的，看一下哔哩哔哩的那个消息。这是高考作文可以得满分吧？从第1集看到茉莉的名字，看到绿豆的名字，就一直好奇一个问题，想问图图。这2天又看了图图过往的作品，芝麻和绿豆的名字来源于林保怡的《玛嘉烈与大卫绿豆》吗？这部剧的构图和调色是我最爱的一部港剧，主题曲之一也叫《芝麻》。而且芝麻的1的剧情就很像那部港剧一样，讲述情侣的日常矛盾，哪里像了？你好，百里老师，一直关注你的作品，非常喜欢。
我是前苏联网胖熊小说作家，人气作品有《熊来熊往》、一生爱你千百回、山水人家等，全部本人原创，如有意改编网剧或短剧，可与我联系。你有那么多好看的演员，为什么不拍短剧呢？那我现在拍的是什么？用最直接、最有冲突、让人最上头的爽文剧本去拍短剧试试吧。什么时候来深圳？我吃一口，急死了。什么了？你好，我是生活在韩国的小明，我身边很多韩国熊想看你们拍的剧，但是因为没有韩国字幕，不知道什么内容，所以我想帮你们添加韩国字幕，然后上传油管上，这样也会让更多的韩国圈内的朋友看到。这也可以哦，咱们可以把之前的东西整理一下，然后芝麻的那个整理一下韩文版，但是得上字幕，好麻烦的事。它就是缺个字幕。对呀、那重新把字幕整理一下呗。谁整理啊？咋整理啊？识就把别呀、就把视频导到这里边儿，然后把字幕重新加上，然后单独把字幕导出来就好。那你字幕是靠识别吗？自动识别吗？你导出把字幕从达芬奇导出之后，你就可以在油管上直接上传字幕。哦，对哦，好聪明啊，这样还省事儿呢。但是你要有原视频，对着原视频再敲字幕。原视频是啥意思啊？芝麻的原视频。有点儿。就是麻烦，但是好弄，简单就是。明天要上传油管吗？上啊。咱们还有那个啥吗？有。看的那么认真，没有看的不认真。咱们下播了，今天收入2万票，谢谢开心每一天，还有告他，还有这帮朋友的支持。我等会儿，哎呀，我的汉堡还没吃，拜拜，我下播了。
拜拜。又抓上了。什么乱七八糟？我把你的那个手机笔借我用一下。我的笔你用不了，哦，只能在我这个手机上。你用我这个吧？不用。
在直播玩这个游戏。你的直播是这样横着的吗？
啊。